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杨紫黄圣依36问，是我今年见过最好的一场喜剧表演。谁说我们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演员？杨紫，咱杨哥，这不就来了吗？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们临选择前的一天，然后夫妻两个坐在一起进行一场36问的一个游戏啊。这个第一问是什么呢？就是说最后一顿饭，你们两个会选择跟谁吃？就是两个人你说完我说，互相说，对吧？杨子说啊，这不是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对自己心灵的拷问，我选择跟黄圣依一起吃。然后黄圣依明天下车，我给的幸福才叫幸福，别人给的幸福我都放心，我都不放心。然后拉开了整场这种表演的大幕啊。就是这个下不下车，就是下车就是不离婚，对吧？啊，在车上的话就是离婚，是吧？如果人生只剩最后一顿晚饭，你会选择和谁一起吃？这是一个心灵的拷问，我只想给你吃最后一顿饭，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就只说这一句话，非常爱你。好 ，OK，第二个问题啊，心中完美的一天。然后杨子说什么呢？就是李行亮告诉杨子，然后黄圣依那天是选择了不离婚，然后就很高兴啊。第二天那个黄圣依不还买了顶帽子送给杨子吗？杨子说：“这个我看到那个帽子，这个线破了啊，我还去拿着针线去缝它，对吧？很珍惜这个帽子，我走到哪都带着它。确实，最后几天基本上都戴着那个帽子。然后他还说黄圣依落在杨子那里，就是有一顶白帽子，杨子还把两顶帽子扣在一起，就说明两个人心紧紧的在一起。然后就说。”过吧，下一个问题。然后观察队说：“哎，黄圣依还没回答呢，就开始独自表演了，知道吗？”说完了之后，直接就说过啊。祥子说：“啊，对，就是让黄圣依回答。”请详细描述一下你心中完美的一天。是我透青到亮亮告诉我，你再回答选择不选择跟我离婚，选择不离。第二天我也收到了你的帽子，那是我特别开心的礼物。那个帽子我会走到哪儿戴到哪儿。昨天你不小心有个白帽子落在我那儿，我把两个帽子扣在一起了，过吧？这黄圣依没讲吗？对啊。这个你还没有。哦，对你还没有回答，抱歉。演完了就过了，对。啊，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说最开始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杨子说相貌呀、性格呀都欣赏，说黄圣依是完美的。如果说没走在一起，那你就是我这辈子的最最忘不掉、最对不起你、最对不起的女人。白月光。对，然后表演完这一套呢，转头问导演说：“过吧，下一条。”然后导演说：“这黄圣依还没回答呢。”然后，对，这今天杨紫真是准备的特别充分，情绪特别饱满，对吧？告诉对方他最开始吸引你的特质是哪些？你所有的长相都是我的审美点，你所有的性格都很欣赏。哎，如果我们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你是我这辈子最爱、最忘不掉、最对不起的女人。说对不起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爱你。好，过吧。不是答没答？啊，声音也回答一下。杨紫觉着自己很善良，然后呢，就是偏偏对黄圣依没有人性的，因为他用的这些词儿都非常饱满啊，没有人性的，然后坏的那种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然后说完这个，1、2、3，哭，就开始流眼泪啊。这个眼泪也没看见，就是拿手捂着这个眼睛，具体哭没哭我们也没看到。然后呢，杨紫进行了今天第一场八路。今天杨紫八路了很多场，就说我不想答了，我想静一静，然后就自己就走到那个窗边，然后这捂着头在那哭，对吧？然后黄志忠都懵了，今天这是什么剧本啊？这是舞台剧吗？我们看的时候也受不了了，简直懵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这个杨紫这好像不同寻常的样子，是吧？我一直觉得我很善良、很忠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你的很多事情上，他是竟然没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但是你说这现在如果这么倒想想，你说这个人自己怎么能原谅自己？自己怎么能原谅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想，我就觉得你好伟大，我好渺小。我不想答了，天哪！我不想答了。然后他坐在那个窗边嘛，不是罢录了吗？就说：“我真是太混蛋了，我不想录了，我原谅不了。”气都独白出来。然后自己骂自己，骂了自己一顿。黄圣依从旁边待着，这咋整？就我看着我，静静的看着他表演。然后表演完了之后就说：“不行，
我还是要尊重这个节目啊，咱俩还是回去录吧。然后自说自话，然后就自己又回到了座位上。看完，我都崩溃了，知道吧？哎，就说错误啊，杨子说啊，错误是有代价的，你没有一件事是对不起我的，就把这个黄圣依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对不对？观察团就是。这明显一听就是假话呢。一般这夫妻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说你也能说出点这种缺点来，对吧？这是演员的信念感，就在这个地方了啊！这是舞台剧，走了，不想走了，不想走了，我真是太无奈了，不能原谅我自己了，不行，不行，这样。你那么好，你做不对的，错误是要受到惩罚，还有代价，这是不对的，过不了自己这关的，我是不对的，你没有一件事对不起我，是我太混蛋了。然后下面呢，就是黄圣依抱怨杨紫不管孩子，他用了一个词儿也挺重，叫接见，就说没事回家接见一下孩子。他不需要接见，我有时候觉得我像是他的灵。哎呀，杨紫就又开始了，对，我错了，丈夫和父亲。每个词儿都是对我的极大的讽刺，我缺失了对家庭的照顾和陪伴，多少钱能还呀？什么东西才重要呀？然后镜头就开始晃，就开始给杨紫加特效，杨紫摆着头，然后用那种虚幻的镜头，那种多重曝光的镜头，杨紫好像是陷入到了一阵自责之中，对吧？在丈夫和父亲家庭角色每提一个名词，我觉得都是对我的讽刺。离开和失去了，这叫对孩子对你的陪伴、成长、对家庭的照顾，缺失了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多少钱能还呀？什么重要啊？我这在现场，如果说没有 BGM， 没有这些特效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尴尬这个东西。然后呢，就进行了第二次的霸录。他坐在窗边上霸录着呢，然后导演跟他说。那你们两个还有27问没回答呢，一共就36问，结果就录到快半个小时了，后边还有27问的，导演都着急了，就回答一个问题你走一次，回答一个问题霸录一次，这谁受得了？杨紫说啊，对哦，要不然还是回去录吧。然后第二次又回到这个座位上，我只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丑恶的一面，我改进的一面，知错改悔啊，责任小。还有27问，今天我自己做的。然后杨紫跟黄圣依说啊。你从来没看见我哭吧，对吧？我哭的时候你总是安慰我，但是我安慰过你吗？我都是哄你，我从来又不安慰你，对不对？你基本上从来没看见我哭过是吧？让你笑话了。不提了。真的不了，不录了，我又回来了。我只是哄你，让你赶紧把这一趴过去，没有安慰啊。然后就进行了第3次的霸录啊，今天这个3次霸录。然后他又走到床边了，我坐那里，然后我真的是无地自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不是亲人，比外人还差呀！我真的无地自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是不是该怎么办？沈老师这观察团都集体都懵逼了，知道吧？坐那里，沈老师，这好像是想到了杨紫演的偶像剧啊。然后坐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说：“走，回去吧。”我们还是继续把它录完啊！这是第3次又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观察团看见没有？这就叫戏剧张力，这就叫专业演员，这就叫信念感，对不对？谁说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演员？你就把这种信念感植入到心里边去，你怎么说怎么都是对的啊！我想起了杨紫演的偶像剧，走回去了，录吧，录了，回去了。很具有戏剧张力，反转反转再反转，这个是厉害的，眼睛也不红也不肿。可能这就是专业吧。黄圣依就说：“哎，没想到最后一期你怎么是这个状态？你昨天发生了什么？”杨紫说：“没发生。”观察团说：“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怎么是这种状态呢？”那你觉得这个杨紫这是怎么了？是为什么这个快要马上面临选择了，开始整这么一出呢？我感觉杨紫的这个戏剧张力拉的挺满的，但是他对他的演技哈，反正有点尬吧。我看看黄圣依的那个
那个反应，你就能感觉出，你知道怎么去反映一个演员他的演技是不是好？你看对手戏的那个人就好了。对手戏那个人如果真的完全入不了戏，就说明你那个东西很表面。那个黄圣依的真的那个信念感还是很厉害的。通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虽然之前可能没有太认可黄圣依的这个演技有多高超，但是他绝对是个很有专业素养的演员。这个如果咱俩上这个节目，上《再见爱人》，我要是这种表演，你能撑得住吗？绷不住，一秒钟都绷不住。没事，就是受不了最熟的人，对，然后面对你这么去哭，这么去你有没闹，是吧？有发现，他们说你可能你形容杨紫说的是特别像演话剧的那种状态，我形容她，我就觉得她特别像演那种咏叹调，你知道吗？音乐剧，因为我感觉她说话的那个腔调，共鸣腔是发音出来，她不光是在朗诵的感觉，她给人感觉就是她是在唱歌，就是那种有音乐调调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那个老太太唱曲儿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是她把那个情绪整得特别饱满以后，你会发现她已经哭了，在这个现场至少有半个小时以上。但她上来以后，后来那个笑，包括那个眼睛那个表情，她是真的是一点儿也没红没肿的那种，而且她最后就温柔的看着那个浑身，最后那个4分钟嘛，要看对是4分钟，温柔看那个姨母笑哦，就绷不住了，哇，1秒切换，接着录，就是然后那种。杨哥，我好爱你啊！不要看我，好美。我可能已经太长时间没这么真正的看过你了。你今天又展现你最美的一面，但我今天一直最丑的一面都让你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他们两夫妻这个就是抄作业抄的太狠了，就是八路的这个作业。你看上次那个蔡明和那个倪萍来的时候，哎，黄圣依八路了一场。对呀，我都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八路。我不想录了。然后今天，但是黄圣依那个还可以，就是他演的还行，就是虽然没有麦琳那种有戏剧性和真实性，但是还可以，就是及格。哇，今天杨紫这个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杨哥，那个咱们还有26问呢，你确定每一问你都要过去哭？27问，就答了几题，他就来回已经就哭了好几场了的那种。对，我觉得这个。2个人就是学麦琳，估计是看见麦琳，你说，哎，这个可能八路有热搜，对不对？然后我上一次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黄圣依要去八路，看的挺奇怪的，可能觉得是真的生气了。但今天看完这场就觉得应该是学麦琳的，然后我估计也是这个为下一个综艺叫《演员请就位3》第3季做准备了。对，预热，然后大家去看那个预告也出来了，然后说那个有人追着问杨紫说1月18号，你不是说要回归吗？要退休吗？怎么又跑来录这个综艺了？杨紫说，哎，那个退休比退休不是此退休，那个退休不是我说的这个退休，我就说就是稍微放轻点工作。然后这个黄圣依也没闲着啊，去录了那个火星情报局，对吧？这2口子。演综艺啊，大家就看看就算了啊。基本上这个该怎么工作还是得怎么工作，还是得养家嘛，对吧？这个可以理解。然后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男人在女人面前哭是真的有用？真哭的话，如果这个频率不是像麦琳这个频率的话，有用。我不能代表女生嘛，我就仅代表我个人。有用，就是看到就是不是那种闹腾的哭，就像比方说李行亮那种，李行亮在里面的那个除了那个抱着麦琳那一场以外，就在车上那一哭哈，包括在后来那个36问的那个哭啊。我是你看你也看到我在现场，我就绷不住了。不一定是说心疼他哦，但是他会让我共鸣，他会让我自己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就真的能打到你旁边的那个人，这才叫是真情实感的一种表达。你旁边的那个人是能感受出来，隔着屏幕我们也能感受出来的。你再看看杨紫的那个哭，连他老婆在对面坐着看着都难受，就是都很尴尬。然后现场的那个他们那个嘉宾们也是，哎呦，就是太难受了，就是那种而且看这个的时候我在吃饭，我就觉得我的胃也是胃啊，你这个观众我何必在吃饭的时候看这种脏东西呢？就觉得特别难。就你觉得可能你站在男生的角度会觉得特别好笑好玩哈，就把它当一个乐子在看。但我看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反正我个人吧，我看着是很尴尬，而且就假到
你就觉得你这个你拿多少钱，你为什么这么不敬业？就那种。如果是真的呢？你觉着他这个就是面对于全国观众，如果他是真的想表达这个，就是我准备回家陪孩子了，准备回归家庭了，那你觉得这种哭是有用的吗？我觉得真实的就符合我们正常人性的这个角度的，真正的愧疚和忏悔。其实这个人一般通常是不会就。因为这个事情是很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当你觉得自己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之后，其实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说一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很抱歉，当一个孩子也好，或者一个男人也好，就是这种不善于表达的人，觉得很抱歉的时候，他的方式其实就是憋着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可能会做很多事情，会默默的做很多事情，或者甚至也有的就是那种就像刘启手这种，就是逃避。就我知道错了，我当然是知道错了，所以我就疯狂的逃避，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可以说这个答案不是女生要的答案，但这才是真实的一个反应。但是像杨子这种用咏叹调式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错误罪状朗诵出来，我并不吃，反正我不吃这一套。但是我觉得麦琳吃这个，麦琳很希望李行亮能这样。就是麦琳自己是这个样的。你比如说看他那个又哭又笑那一场。李行亮其实是无动于衷的。李行亮说的什么呀？第一次画像事件就说的，他对他平时就这样是吧？然后第二次说的这是解放天性，就是不是 get 不到，能 get 到，但是呢，就估计是麦琳日常用这招用的太多了，就是你老是把这个情绪给拉满，就拉到这种极致的情况下，你吵一个小架就给他拉满，吵一个小架就给他拉满。你再往后，你吵大架的时候，你拉成这样，又哭又笑又发神经，就李行亮他就不会再去想着安慰你哄你了，因为你日常就是这个样。他说的嘛，就是他日常就是这个样，对吧？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我们这个吵架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把情绪值就拉到那么高。如果说你天天拉到那么高的话，你再往后走就没路可走了。那就可能变成了自残自杀，就是做一些极端的事情，你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就是刚开始就是理智的，大家就说，比如有些小架呀，对吧？其实大部分夫妻日常中也没什么大架可吵，大部分就是谁扫个地啊、洗个碗呀这种，或者说是就是今天遇到一个什么小事啊之类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事儿。不要上升到这种麦琳或者杨子这种什么感觉就是又哭又闹的这种感觉的，你给对方的感觉非常不好，这个观感。杨子这个抄作业抄的就完全没有麦琳的那个精髓，没有，光抄答案不看题，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是不是？因为麦琳的那种，我能感觉出他不是我不觉得他是背后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让李行亮去怎么拿捏。我觉得他纯粹就是情商就是不行，他控制不住，绷不住，憋不住。因为你看得出，就是在这个画像事件的时候，其实他当场是憋住了的。当场他是通过笑掩饰了自己的尴尬，然后他在后采的时候才哭，在后面又开始反劲儿，就是当李行亮没有察觉到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又满大街诉委屈，到处逢人就说啊，李行亮居然没有在乎我啊，怎么居然问我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之类的，他会很委屈，因为他当下没表达出来，他就需要用别的方式去发泄。我们不说这个是对的，但是至少这个是他当下的真情实感的。但杨子这个就很违反这个真实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东西。麦琳一看就是真的，他就是日常，就是包括李行亮也说他日常就这样，他一看就是真的，真情实感的。但是他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每次都这个样，所以说这李行亮就不红了。但是杨子呢，你可以看出就明显就是在演。我觉得杨子真的，你这个演技这么多年了，没怎么磨练呀，也没怎么进步啊。好像现在演员他不分两种嘛，演技上面的一种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对，去感受这个。比如说啊，就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前两天看了一个访谈，就说当时陈冠希演那个无间道的那个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当时那个阴森的那个眼神，当下其实是他就是在发脾气，导演骂的他就是很难听的那种，他就跟导演说，你再骂一句我都要动手了，我都不拍了，不给你。就当下导演就把他那个表情记录下来，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情。这个可遇不可求，这个东西我大概也知道啊。但是现在大部分演员追求的是一种技巧，就是我用技巧去演戏，因为技巧去演戏的话，
你自己可能也不需要很沉入到那种情绪里边去。工业化的一个表达，但是也能出经典，也不是说演技巧类的他就出不了经典，也可以出。所以说现在演员更多的就是追求那个东西，他不追求那个真听真看这种东西，因为那个东西你一旦进去了之后，你真很容易抑郁。对，很容易抑郁的，对吧？像我们原来看张国荣那种，走不出来。对演出的状态，那种就是现在所有的全世界比较前卫的这种演员，这种有电影工业的这种国家都不太追求这种东西。如果你这个样的话，那咱们这个电影工业没法继续往下进行。你这个演员自杀了，明天那个演员自杀了，你这怎么弄？就像刘嘉玲就说过，她跟梁朝伟就是两个概念。梁朝伟就是属于我要演一个戏，我提前2、3个月我就进入到那个戏的那个状态，我就把自己变成那个人，然后在演的时候他就很。演的时候他就很轻松，他就我就是那个人，我在做我自己。刘嘉玲就不是，刘嘉玲说我就是1秒切换的那种，我演戏，我一上班action， 然后我就开始表演，然后一下班我就说我刘嘉玲了。他俩是完全是两种概念，确实是你也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演的情况下。你看杨紫这种做作的这种表达，就是一定是打动不了的。而且甚至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包括其实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男生的表达，我听说过的，我见过的或者听说过的，一般是什么样的？家暴的，就是或者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的就会用自残呀，或者是这种表达的方式，跪下哭磕头扇自己啊，就是那种各种表达，或者是你离开我就不活了那种之类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也是在演，这就是极致嘛，就是极致的情绪表达。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他不是卖你那种，他不是控制不住。我觉得他就是在演，他需要留下你来。我要怎么样表达，你才能留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些男生觉得就是我哭啊闹啊，这个就是一个极致的表达了。就是我觉得麦琳的很多反应哈。就是比较回归这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比如一个小孩我受伤了，我摔了，他第一反应就是我去寻找周围有没有我很熟悉的一个人，让我有安全感的人。如果那个人跟我对视了我马上就能哭出来。如果那个人没看见我就可能拍一拍，我接着玩去了。但是麦琳在当下那个镜头前面，他有那样的安全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挺佩服他的。他在李航在面前，他真的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有可能是导演故意引导的。就是他的背后，绷不住了。对他背后怎么引导，咱们也没看到啊。那倒是。那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嘛，你觉得这个杨紫和黄圣依会离婚吗？看不懂，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他俩说已经离婚了，所以他俩现在的状态应该是想要考虑要不要和好的一个状态。对，肯定是分开的状态现在。对。然后黄圣依她要求他回家看孩子嘛？对吧？我觉得他俩现在是要考虑的是不是复婚的状态，而不是离婚的状态。那就是说他们黄圣依会下车吗？会吧。会吧，我觉得会。黄圣依的这个人设跟葛西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他是比较软一点。我看预告里边是杨紫不太想下车。他刚才不还说怎么着？我一定是第一时间下车。也不一定对啊，因为他预告有时候可能会反着剪。就是说那个杨紫会反正是纠结了、犹豫了，然后黄圣依好像是下车了，就说选择两个人继续在一起这样。但我是感觉，不管两个人如何选择，这两个戏精啊，就是反正就那样，对吧？他两个应该是离不开了。再就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确实是绑定太深了，利益你分开了。你选择再婚也好，或者你选择不再婚也好，再谈恋爱也好，或者不谈恋爱，对他两个都没有任何好处。他两个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分分合合这种让别人看不懂的状态，就是最好的、最有利益的一个状态。对，没有必要和或者是分，他根本不会官宣这个问题。